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大使命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马太福音28章最后的一段经文。那么在这里面有一个唯一的动词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就是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做门徒这件事情是整个大使命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动词。那其他的去奉父子圣名的灵去施洗有没有要去然后凡我所吩咐的教导他们遵守等等，这些都是分词，都是修饰这个做门徒这个唯一的动词。所以大使命真正的内涵就是我们要让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而不只是做一个宗教徒这个有很大的区别，是吧？如果你只是这个让他做一个宗教徒，那么你关心的就是他有没有受洗，有没有入教。但是如果你真的关心他是不是一个门徒的话，你就要关心他的灵魂是否得救，他的生命是否是持续不断的跟随耶稣。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里面也特别讲到人子那么其实这里面讲到人子的时候呢，那你要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提到人子的时候，都是会回到但以理书第7章里面，特别讲到这个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人子得到了权柄。那这个大使命这个时候是耶稣升天嘛，那么但以理书第7章其实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升天以后，那个人子他如何在父那里得到荣耀这个也很重要。那还有呢，一个就是讲到教会，那耶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所以在这里面提到施洗，提到这个教导，其实你就知道这里面不仅只是个人性的去跟别人传福音，而是讲怎么样能够建立教会，这才是关键，对吧？因为你如果不建立教会，你怎么去施洗呢？是吧？这个是圣礼这个是跟教会相关的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目的，最终到一个地方我们去宣教，去传福音，最后的目的是希望在那里可以建立教会，而不仅仅只是有一个人两个人信主了我们就撤，是吧？而是说希望可以有人信主，同时教会可以建立起来，这样才可以奉主的名来去施洗，对吧？不然的话，你没有教会的这个权柄的话，你怎么样去给别人施洗呢？所以这个很关键。所以在这里面这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基督了，所以整个我们的施洗也好，我们的教导也好，其实都是聚焦在神的国度当中的这个也是很重要。那么其实你看在28章17节，门徒还有些疑惑其实这个如果你到我把这个经文刚才我这个没有拿出来这个做门徒就是唯一的动词是一个命令语气。然后呢，这个但以理书第7章里面就讲到了人子他被领到神那里怎么得权柄荣耀国度那同时呢这个人子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就是说犹太人圣经它其实是历代志是最后一卷书。那就是犹太人圣经的结尾呢，就有一个预言，就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所以这个就跟大使命其实有一些相关就好像说旧约的结束一到耶稣他完全的成就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这个赐给主耶稣。然后也特别讲到了这个普世教会要使万民所有人来不管他们是就是说什么背景的，什么种族的，什么语言和文化都应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对象。然后呢，就讲到刚才讲这个门徒的疑惑那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就是你想一想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还有人疑惑，这个里面为什么马太会强调，就是说在大使命之前要强调门徒的疑惑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是不是？就是说这个耶稣在你看，如果你看整个圣经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它都有一个这种类似的模式，就是我们说的上帝托付使命的一个模式。就大使命是耶稣托付给我们，是吧？那
你如果看旧约，当神托付给先知使命，到了新约，神托付给比如使徒们使命的时候，那包括这里的大使命，它都好像有一个类似的模式。那在这里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是什么模式呢？哈，是这样的哈，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一般来说呢，它这个托付的模式是这样的。啊，这里面我给大家举了例，像神呼召摩西撒母耳、以赛亚包括亚拿尼亚、彼得等等，我们等一会可能举个例子就这些人，你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就是他首先呢有一个呼召就是说把这些人呼召出来。好，那么呢这个时候这些人他可能有个回应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的。那回应完之后呢，神会把使命托付给他们。可是托付完之后你发现被托付的人，他们会有一个抵抗在这里就是门徒的一个疑惑就他们可能还会有疑惑，然后耶稣会或圣经上帝会给一个确据给你一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等等给一个确据，然后最后呢，门徒们他们接受使命。所以这个模式呢，如果你看旧约，不管是这个就是先知也好还是到新约的这些门徒也好，他都有这样一个类似的一个模式。那就好像摩西神呼召摩西，让他托付给他一个使命但是呢，他说他不善言辞，对吧？然后他想要拒绝，那后来神就给他应许承诺然后又让亚伦跟他一起，最后他接受这个使命。以赛亚好像都是这样，撒母耳。那在新约里面呢，有一个人我想特别讲一讲，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讲这个亚拿尼亚。就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第9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对扫罗的一个呼召，对吧？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很容易就是听到看到这个神迹吧那他就降服了，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在这一章当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亚拿尼亚。你看他其实是符合就是说旧约里面神对于先知的呼召的一个模式。然后呢就有个门徒亚拿尼亚，主就对他说喊他的名字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对他说你起来给他一个使命，去探访一个人叫扫罗。然后呢亚拿尼亚就拒绝，他说我听到这个人怎么在耶路撒冷苦害你的圣徒那他也害怕被抓，是吧他就退缩了，拒绝了这样的一个使命。然后主就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给了他一个应许。然后亚拿尼亚就接受了这个使命，就去了。所以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的标题是说扫罗转变归主，好像在这一段当中的一个核心是讲扫罗他的悔改，但其实这段经文的核心是在讲亚拿尼亚的蒙召，或者是亚拿尼亚领受神的使命。那在这个当中就是你发现上帝对于就是托付使命的时候，他的一个模式就展现出一件事情，就是你发现他对于自己人，对于这些服侍的人，对于这些我们说就是说基督徒吧好像要花更多的这个力量来去使他们折服，让他们领受神的呼召。对于那些外邦人甚至你看像在这里逼迫教会的扫罗，那耶稣呢就是一道光照耀他，他就扑倒在地，是吧？他就降服了。可是对亚拿尼亚来说，却用了在旧约里面呼召先知的这种模式用在他的身上。为什么这样呢？就是我们看到后面你们看这个彼得也是一样的彼得就是神给他异象，是吧？他在祷告，让他做一件事情，吃这个不洁净的东西，他一连3次都拒绝了，是吧？然后后面呢哥尼流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他如果不看这个异象那么他没有办法接受哥尼流。而当他见到哥尼流的时候，你发现就是这个
你看他一进到这个哥林流的家里面啊，然后呢，哥林流就怎么样呢？他就迎接他，就匍匐在他脚前拜他，然后呢，他们全家啊后面都受洗了，就感觉好像很容易哈，就是这个外邦人他领受神的指示啊，很容易就接受了。可是上帝费了很大的功夫来对付彼得，所以在第9章你发现也是哈，上帝花了很多的功夫在对付亚拿尼亚。其实你从这个模式啊，也能够看到上帝做事的一个风格，就是很多时候他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对付自己人啊，对付这些服侍的人，甚至教会的领袖啊。因为你想一想，如果亚拿尼亚他跟彼得可都是代表当时初代教会的领袖啊，是不是？那如果亚拿尼亚没办法接受保罗，彼得没有办法接纳哥林流的话啊，那么福音在初代教会那怎么样能够展现出这种合一呢？对不对？所以神首先让教会内部先来对付好了，先就是说可以能够来去接受这些不管是外邦人还是说外邦的使命也好所以你看到上帝做事情的风格很多时候那些外邦人抵挡神的人，上帝让他降服，好像可以很快很容易。但是对于我们自己人，对于服侍的人，反倒上帝要花更多的功夫来对付我们我觉得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你看神呼召的这个模式他一般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一个类似的一个模式，就表明说我们呢其实很多时候在阻碍神的心意，所以这个要我们这些传道人要好好的反思在哪些事情上面容易阻碍神的心意。那我相信其实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想要出来服侍的时候，可能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对我来说也差不多你有一个呼召然后呢神呼召你出来全时间服侍，然后你就不想干拒绝，各种拒绝是吧？就是不想来服侍。那后来呢，神就用各种方法不管是给你应许还是就是逼你出来怎么样，反正你最后还是要出来了，你就接受这个使命了所以都差不多了所以大家都能理解。那么马太福音呢，其实对后世的影响其实是很深刻的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巴赫他其实有写圣马太受难曲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听一听那我们有一首诗歌至圣之手受创伤就是从这个里面改编过来的那我今天就不带大家听了你们回去可以，我到时候把这个 PPT 把这个视频发给你们，你们自己回去听一听感受一下这个圣马太受难曲。